青之王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，直达赤之王周防尊的面前。费武罗和 Scepter 4集结，又开始了日常的约架大会。多多良带着安娜退场，一青一红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浮现在半空。市长和尊从楼顶打上街道，两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相互碰撞，外泄的能量在空中引发巨大的爆炸。八天和福建、出云和市里深夜街头的每一次酣畅淋漓的混战，都是赤青双方用战斗确认对方的仪式。二战后，由黄金之王带来的德雷斯顿石板为这个国家选出了7位强大的王权者，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被授予巨大的力量。不时被选中的王们，有的活着使用力量，有的以死终结，或者不断的守望着他们。王者的道路带着坎坷的羁绊相互交错，直至死亡。赤之王周防尊死后，深夜的东京街头再没见到如此痛快的战斗。时间一晃，安娜觉醒成为新任赤王，小黑和猫作为白银蒙尘，依旧在为寻找小白四处奔波。两人的行踪被高处的一名少年发现，少年咧嘴一笑，以季节权限下达2086号任务。绿色的流光以他为中心向四方发散，头盔小哥骑车冲出，将一只鹦鹉玩偶扔给猫女后扬长而去。鹦鹉的肚子突然膨胀，随后轰的一声炸开。Scepter 4内部忙得不可开交，最近四处事件频发，他们很多成员都是好几天连续出动，忙得连换衣服的功夫都没有。绿之氏族密林四处制造爆炸案，尤其针对白银氏族的小黑和猫女，被频繁的袭击之后，两人现在已经彻底隐匿了行踪。福建黑进了密林的内部网站，发现对方下面的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只要更过分的欺负小黑，折腾 Scepter 4，他们就能如同玩游戏一样的完成任务，赚取更多的点数，获得力量。市里向市长汇报任务，绿盟的密林一直在到处引发暴乱，把他们耍得团团转。不仅如此，昨晚还在任务途中遇到了费武罗的人，和他们对峙了好久。市长也明白了对方打的什么主意，立刻让市里联系赤盟。酒吧里，费武罗的成员讨论起最近发生的事，他们与青盟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，有好几次都差点打起来。然而一看电脑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朱云正在街上和市里通电话，抬头一看大屏幕，整个愣住。密林居然直接公然辱骂周防尊和多多良，甚至做出了像素动画嘲讽，折腾管理石板的青之王使其精疲力竭，欺负白银氏族，把藏起来的白银之王赶上台面，然后又通过这一出将赤盟拉下水。绿盟一下算计3大王权，明显来者不善，直接将去世的王拉出来嘲讽，这一下可算是戳爆了赤盟的炸药桶。暴脾气的八田第一个冲了出去，而到了地方一看，这里居然是多多良被杀后他们第一次和青盟起冲突的地方。没看到敌人，八田倒是先遇到了福建，见面照例是一顿嘲讽互怼。不过因为之前福建帮他定位安娜的事儿，八田还想和对方道谢，结果福建反手一个加倍嘲讽，两人又当场打了起来。不过很快就被出云和市里劝退。赤青双方包括市长和安娜齐聚，目的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揪出在背后煽风点火的人。当然双方都没想过要合作，更不会就此让步。青之王到底多值钱，一个人就抵10个出云。等到双方齐聚，密林的绿头盔就将大楼团团包围，人手一部手机，个个都是网瘾少年，还是人才瘾大的那种。在对方的系统里，市长和安娜点数高达10万，二把手势力和出云也都有6000。一看这么多的点数，绿头盔们当场飘了，扔下一堆鹦鹉炸弹，就以为胜权在握，得意洋洋叉着腰等着天降点数。结果烟雾散去，对方屁事儿没有。抱歉，我方未能击穿对方装甲。我就是说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对方点数为什么那么高吗？而且只有王才能杀王，应该是常识吧？这群人为什么觉得几个炸弹就能炸死王呢？2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浮现，请君入瓮成了瓮中捉鳖，一下触怒2大最能打的组织。可怜的小炮灰们被摁在地上一顿摩擦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一个，还好死不死撞在小黑刀口，一拳被打飞之后，小黑还想问出点什么情报，结果对方因为任务失败，点数清零，整个人就是个完全无法沟通的脑残。而小黑和猫女苦苦寻找的小白，此时正从飞艇之上一跃而下。不同于上次被人推下去，这里凭借的完全是他自身的意志，这一次的他绝不逃避，一定会直面一切。小黑来到 Scepter 4总部面见市长，他和猫发现自己被绿盟盯上之后就隐匿了行踪，绿盟似乎一直在寻找白银之王。小黑和猫女唯二的2名白银盟臣自然就成了他们针对的对象。绿盟是7位王盟中最奇异的氏族，即使是氏族成员，见过王的人也寥寥无几，或者都不应该称他们为氏族成员，而是绿之王比水流手中的棋子。他手中有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江狗，成员按照网络的6个字母分级，普通人只要登录网站即可加入绿盟，成为最底层的一阶成员，随后通过参加任务赚取点数升级，就如同将网络游戏搬入现实。灭灵最近的各处引发的暴乱，都是他们为了赚取点数升级，到 L 和 G 就会被赋予微不足道的异能，一旦任务失败就会被扣除点数，甚至清零失去异能，被绿盟舍弃成为普通人。这样的人因为不属于王盟管辖范围内， Scepter 4也只能将其交给警察处理。G 级是密林中屈指可数的最高
高级骨干，应该都直接见过绿之王，并被赋予强大的异能。小黑曾经的师兄玉韶神子就是其中之一。市长问起关于子和小白说的关于德雷斯顿石板的情况，可惜小黑全都一无所知。他被前者一顿痛殴，后者刚取回记忆就和他分别，相处的时间太短，根本什么都没来得及说。在玉柱塔暴动时间过后，市长接手了石板的管理，所以想要从白银之王那里得到些情报。小黑见事情谈完就要起身告辞，临走前，市长以白银氏族没有驻地为由，邀请小黑和猫来青盟领地暂住，他们会负责保障两人的安全。不过小黑拒绝了。小黑一走，市长立刻让福建去跟踪监视对方，绿盟可能还会和他们接触，自己则离开驻地去了石板之间。小黑在门口撸了只小黑猫，对方恰巧也叫做小黑，是名为单条的青盟成员养的崽。小黑将猫交给对方离开后，市里找上了单条。这位大叔曾经是前代青之王宇章勋的二把手，而他曾亲手杀了自己的王。14年前，前代赤之王加巨都王权爆发，圣剑坠落。张勋受加巨都威斯曼偏差之影响，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即将坠落。如果两把圣剑同时坠落，将形成连锁反应，爆发比死亡70万人和关东陨坑更大的灾难。而就在宇章勋圣剑即将坠落之际，单条亲手杀了自己的王，避免了悲剧发生。市里想要知道当时宇章勋的圣剑在坠落之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，单条自然知道市里这么问是为了市长。自从市长杀了周防尊之后，市王的负担让他的圣剑也开始出现裂痕。市长的情况虽然没什么变化，但自从青盟接手石板之后，市长待在石板之间的时间就越来越长。市里非常害怕市长将单条召回青盟是让他再次失王。单条反问市里，这真的是他的工作吗？毕竟现任青之王的副手不是他，而是市里。而市长如此频繁的接触石板，似乎是想要得到征服对方的力量。猫女来赤盟的酒吧找安娜玩，她之前在给安娜弹珠里看到了小白的身影，寄宿着安娜力量的弹珠包含着能与最思念的人相连的力量，虽然并非随时都能看见，但安娜安慰猫，思念的力量是相连的，最重要的人说不定也在注视着他。霸天有些不满，猫女作为白银盟臣擅自跑进赤盟领地。小黑去青盟见市长，猫不喜欢青盟，只能跑到这里来躲着。到处惹事的绿盟现在就是万人嫌，霸天担心他们还会对安娜出手。好在安娜觉醒成王，他会用从尊那里继承的红色战斗。赤之王的力量有着破坏的宿命，猫担心安娜会因为力量失控出事。安娜笑了笑，跑到酒吧的照片墙前，最上面摆放的是尊和多多良的合照。之前尊失控的时候，多多良总是能及时把他拉回来。力量本身是会进行破坏的怪物，最重要的是使用它的人一旦身边有了重要的事物，破坏就会变成守护之力。安娜不比尊强大，但是她得到这股力量就是为了守护大家，只要有赤盟的大家守护在她的身边，她就没事。八天也红着脸表示自己会保护安娜，努力成为能让安娜依靠的男人。猫说只要他们找到小白，就会把小白带来，毕竟和小白做了很久的王，前辈的意见肯定有用。安娜也想和小白好好聊聊，王之间也是能和平相处的。出云端上了点心，安娜邀请猫和小黑在找到小白之前先留在他们的领地，毕竟没有领地的盟臣会面临很多麻烦。不过猫也像小黑拒绝市长一样拒绝了安娜，因为他们并非无家可归，学院岛的那间宿舍就是他们和小白的家，他们相信自己的王总有一天会归来。